大家好，欢迎來到勇哥侃侃侃。今天我們全面的说一下 CF ARGO 隧道节点。那我們主要從4個方面入手。首先，第一個，什麼是 CF ARGO 隧道節點？第二個，為什麼要創建 CF ARGO 節點？第三個，如何創建 CF ARGO 節點？第四個 ，CF ARGO 節點平時的使用注意點。如果你掌握住這4點的話 ，ARGO 節點就盡在你掌握中。好，我們廢話不多說，直接開始做。好，首先 CF ARGO 隧道節點，它是基於 CF 的一個服務項目。要把它做成節點的話呢，我們要基於 WS 的傳輸協議，比如說 VMAS 加 WS。VLAS 加 WS、Trojan 加 WS、SS 加 WS， 那它們所衍生出來的 CF ARGO 節點就具有內網穿透的能力。那隧道節點主要分為臨時隧道節點和固定隧道節點這2種。然後我們要說一下為什麼要創建 CF ARGO 隧道節點。ARGO 隧道節點所謂的內網穿透能力，它就實現了無視端口被封无視 IP 被搶，節點依舊可用的這樣一個效果。比如說大多數的容器它都沒有開放公網端口，又比如說有些小白他實在是不知道服務器怎麼開端口，此時呢你就可以無腦創建 ARGO 隧道節點，因為它是無視端口的。還有最主要的一點 ，ARGO 隧道節點它是集成了 CDN 的屬性，可以借助 CF 的優選 IP 加速代理節點的速度。好，那接下來我們要重點說一下如何創建 CF 的 ARGO 隧道節點。好，首先打開勇哥的 GitHub ARGO SBX 小鋼炮腳本的項目。我們還是基於這個腳本進行一個演示。那演示的平台，一個是甲骨文雲的 VPS 平台，還有一個就是抓雲的容器平台。我們分別要演示 ARGO 臨時隧道以及 ARGO 固定隧道它們的詳細設置以及對比的一個區別。首先，我們打開 ARGO SBX 小鋼炮腳本的一鍵 SSH 生成網址，點擊這一個網址。那這個生成器的詳細操作，之前的視頻教程已經說過了。那我們這裡的話，僅針對 ARGO 節點進行操作。那首先我們要生成一個 UUID， 點擊生成 UUID， 然後點擊 ARGO 臨時固定隧道，啟用 ARGO。我們一點擊，你會發現 VMAS 加 WS 它就會自動打上勾。那我們先啟用臨時隧道。那臨時隧道的話，這3個選項都是空着的。那留空的話就是臨時隧道命令已經生成完畢。那我們直接複製，然後我們切換到 VPS 平台，直接粘貼上這個腳本，回車，安裝完畢，它會生成節點。我們只要 ARGO 節點，所以複製這2個 ARGO 節點就可以了。然後打開 vToolNet， 我們粘貼節點，測一下，真連接都是通的。OK， 然後我們在抓雲容器上也創建一個，點擊 APP， 創建一個 APP， 注意鏡像名稱，選擇 YGKKK 斜槓 ARGO SBX 粘貼，然後 CPU 選擇 0.1。內存128就可以了，那它就是每天2美分。然後拉下來，端口不用去管它，直接設置變量，點擊 ADD 添加，然後我們要把变量加進去。那变量的话，其實這裡已經生成好了，我們直接選中這些變量，複製一下，粘貼一下就可以了。每行1個，那這樣的話就3行，然後點擊 ADD 添加，3個變量都已經完成。然後我們直接點擊右上角，點擊 Yes。我們點擊 LOGS 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日志生成過程，節點已經生成完畢。同樣的，複製最後2個節點，粘貼到 vToolNet。我們繼續測一下真連接，那肯定還是通的
那臨時隧道創建起來就是這麼的簡單。好，那現在說一下 ARGO 臨時隧道的優缺點。那首先它的一個優點，在創建的時候不用自定義域名，就是你不需要域名 ，CF 呢它会自動生成臨時域名讓你用。那這個臨時域名腳本這裡都會有顯示，都會給你顯示出來。我們的節點中也可以看到臨時域名。那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缺點，當你的服務器重啟或者是宕機又重啟了，那原來的臨時域名呢就會自動重置一個新的臨时域名。那這樣的話就導致原先的节點會不通，因為你臨時域名在服務端已經變了，客戶端上原来的臨时域名就会失效，導致节點不通。這時呢，你需要重新導出节點，或者是直接更改原來节點的臨時域名就可以了。那現在我們來演示一下，比如說啊，我這台抓雲服務器又宕機了啊，那宕機相當於重啟了，那我點擊一下重啟。某些 VPS 也非常不穩定啊，那我也宕機一下，我就輸入重啟命令回車。那這時你會發現這些节點肯定是不通了。我們測一下真連接啊，全部掛掉了 ，OK 啊，全部-1。那現在我們要把它給救活啊，就是你要把新生成的域名給複製出來啊，或者把节點重新導出一遍。那我們先看一下 VPS 登錄 SSH， 那我輸入小鋼炮腳本的快捷命令 agsbx-list 回車。你會發現臨時域名變了，变成了這一個。那我們看一下原先的臨時域名是 A 開頭的，現在變成了 C 開頭的。第一種方法啊，你可以直接複製重新生成的臨時域名，把舊的臨时域名給替換掉，替換偽裝域名和 SNI 就2個地方，確定。那下面一個80系的節點覆蓋掉，確定。那這樣的話，這2個節點就通了。測試真連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當然你不想這樣複製也可以啊，你直接複製新的節點也一樣，它們也是通的，相當於它們就是更換了一個域名而已。這個是 VPS， 然後我們切換到抓雲，那抓雲也一樣，我們點擊 LOGS 查看日志生成，你會發現啊，它的臨時域名重啟之後宕機之後也變了。我們打開 Vitory-N， 那下面2個域名你會發現原來是 I 開頭的，現在变成了 T 開頭。那我們複製替換一下，那下面2個節點替換完成之後，它們也就通了。OK， 當然你也可以重新再複製新生成的节點，跟 VPS 一樣啊，他們只是換了一個域名而已。這個就是臨時域名的特點。重啟宕機之後，域名會變，那你怎麼修復呢？就把原來的域名替換一下，或者乾脆重新複製节點。這個就是臨時域名掛掉之後的一個修復方法。那這樣的話，其實你可以想到啊，你的服務器啊 VPS 或者是龍器，如果是非常穩定的啊，不會宕機重啟的話，你可以用臨時域名啊。如果是非常不穩定的，要重啟的，這樣的話就比較累。那固定隧道的话，它有3要素，必須要填寫端口、域名以及 token。端口指的是 CF 設置的 URL 端口，這裡的域名就是 CF 解析的域名，這裡的 token 是 CF 獲取的 token。那這3要素怎麼獲取，以及獲取過程中的注意點，現在我們來演示一下。首先進入 CF 官網，點擊左側 Zero Trust， 點擊進入，然後點擊網絡，點擊第2個 TUNNELS， 然後點擊創建隧道，再點擊 Cloudflare 的隧道名稱，這個隨便寫，右側點擊保存隧道，接下來就會出現第1個要素 Token。我們點擊這裡的方框，我們點擊一下，它會提示已複製，打開我們的記事本，我們把這個 Token 粘貼一下，等會兒要用到，然後點擊右下角下一步，接下來就會生成第2個、第3個要素域名以及端口。首先子域這裡隨便寫一個，那這裡的域你點擊一下就會出現你解析在 CF 上的所有域名，那我這裡選一個，這時啊它下面會提示將會創建這個域名，這個域名我們要複製一下，等會兒我們要用到，粘貼到我們的記事本。然後下面的服務類型選擇第1個 HTTP URL 端口，這裡的話出問題的人就非常多，它這裡給了一個例子 LOCALHOST
8001，這個8001其實就是代表着端口，因為很多教程說都沒說就直接說8001，因為他們的腳本可能已經寫死了8001。其實這個8001是可以變的，變的範圍就是常規端口，但是有一個前提，必須與你的服務端主協議端口保持一致。那我這裡比如說我不要8001啊，因為太多人用8001啊，我不想用8001，1萬到6万5之間隨便取一個吧，比如說46464，這個端口你也記一下，等會兒我們要創建变量的時候要用到啊。那這樣的話 CF 網頁端已經設置完畢啊，右下角點擊完成設置。注意創建完畢之後，你會發现啊，域名的 DNS 记錄裡面會生成一個 CNAME 的记錄，而且它是開了代理黄雲的，這是它默認生成的，保持默認就可以，不要去动。固定隧道已经设置完畢，目前它是一個停用的狀態。現在我們設置服務端，我們可以把3要素給填上去。那首先第一個要素 CF 的域名，剛才複製出來的 CF 域名我们粘貼，然後固定隧道的 token， 注意 EY 開頭，第2行，注意複製的時候要複製全啊，不要多複製，也不要少複製，粘貼。最重要的一個要素就是這個 VMAX 的端口給你標明了，就是 ARGO 固定隧道需要填寫端口，這個端口就是剛才 URL 冒號後面的端口，我把它改成了46464，所以這裡也要寫46464。注意這裡的端口，剛才設置的 URL 後面的端口保持一致就可以。OK， 拉下來，腳本已經自動生成了，因為 VPS 的話。我已經裝過原先的臨時隧道了，現在要變成固定隧道，你有2種選擇，要不你點擊卸載腳本，把命令粘貼上去，把腳本卸載了，再重新粘貼這個命令，就是卸載再重裝。你也可以選擇第2種，變更，末尾輸入 REP 就行了。我們點擊 REP， 點完之後你會發現腳本的末尾就加上了 REP 3個字母，然後我們點擊複製，然後粘貼，我們不卸載，直接進行變更，回車。這樣的話，它就會直接替換掉，從臨時直接變為固定。OK， 重置完畢，大家可以看到會顯示 token 端口以及固定域名。然後我們直接複製這2個節點，粘貼到 vTools N， 粘貼，我們直接選中測試真連接。OK， 還要提醒一下，就是807節點，你使用其他的免費域名可能會不通。之前的小鋼炮 CDN 視頻教程都有說到過啊，這個要注意。好，現在我們回到 CF 隧道這裡，我們刷新一下，這裡就變成了正常。那後續的話，你可以刪除這個隧道，也可以進行一個配置變更。如果想修改的話，可以直接進行一個編輯。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容器抓雲的一個設置，我們直接臨時隧道变成固定隧道，右上角 Update 變更配置，我們直接改變量，點擊 ADD。VMPT 端口變量修改為46464，再添加 ARGO 固定隧道的域名以及固定隧道的 token。那 AGN 就是固定隧道的域名，我們複製一下，然後 AGK 就是固定隧道的 token， 選中複製，粘貼。注意啊，2個引號，要不前後都有，要不前後都沒有。然後我們點擊 ADD 添加，那這樣的話添加完畢，然後點擊右上角 Update，Yes。我們稍等片刻啊，等到它只有1個進程的時候，我們再點擊查看 LOGS， 然後我們點擊 LOGS， 同樣的端口、域名、固定隧道的 token 都有顯示了。我們直接複製2個 ARGO 節點，粘貼，我們拼一下真連接，它也是通的。OK， 比如說服務器不穩定啊，抓雲它又宕機重啟了啊，我們點擊重啟。VPS 也一樣啊，又宕機重啟了。我們重啟一下，宕機重啟之後，對固定隧道節點有沒有什麼影響？我們稍等片刻。好，我們全部選中，我們拼一下真連接，都通的。我們再拼一下測試真連接 ，OK， 都通的。那說明固定隧道啊，你重啟宕機了都沒有影響。我們重新連接 VPS， 我們再次進入。它的域名肯定是不會變的啊，那這個就是固定域名的一個特點。那我們總結一下固定域名的優缺點，它的優點大家也已經看到了，就是你使用的 VPS 或者是容器宕機重啟了，域名肯定不會變化，節點呢依舊有效。那它的缺點，你需要準備一個解析在 CF 上的域名，首次操作的時候
設置可能比較麻煩一點。固定隧道域名的话，就適合那些服務器比較不穩定的啊，比如说某些垃圾容器啊，或者是垃圾 VPS 啊，对吧？经常动不动就重啟啊什麼的，那這樣的話就適合固定域名。当然，你穩定的服務器也可以用固定域名啊，这個隨意啊。那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CF ARGO 隧道節點的使用注意點。那第一點就是要開通 ARGO 固定隧道的話，需要開通 CF 的 Zero Trust。以前進入的話是不用綁卡的，那現在的話，新的 CF 賬戶可能要綁卡。如果你不方便或者無法繞過它的話，需要自我斟酌一下。那第二點 ，ARGO 隧道的速度還是取決於客戶端的一個優選 IP 地址。那你會發現，目前勇哥的 ARGO 給的優選 IP 地址是勇哥自己的優選域名，就是 YG1到 YG13，可能速度有點不一樣，你可以去試。當然，你也可以換成自己的，根據自己的本地環境进行一個優選也可以，反正呢隨便換啊，隨便換。那第三點，那 ARGO 隧道可能会与 WRP 冲突，你在 VPS 上可能装了 WRP 啊，又開通了 ARGO， 可能造成節點的堵塞或者是直接不通。那有些情況下也有可能通，但是大多數情況下可能都會不通。所以呢，盡可能的不要在同一台服務器上同時使用 WRP 以及 ARGO。那第四點就是 ARGO 的話，它的落地 IP， 注意是服務器的 IP， 並不是 104.28 或者是2109開頭的 CF 的落地 IP 啊，这個大家要清楚，是你的服務器的落地 IP。那第五，你判斷 ARGO 有沒有生效，最主要是看你的域名，不管是固定域名還是臨時域名，關鍵是你打開這個域名，它顯示的是404，說明沒問題。比如說勇哥的 XUI-YG 腳本，它自帶的 ARGO 的話，它就會顯示 bad request。如果你有網頁的話，可能就會顯示網頁或者是 bad request。你可以用瀏覽器打開域名來測試有沒有生效。那接下來第六點，專治各種容器，因為容器的話，端口是不對外開放的啊，所以你的直連節點、直連協議不通的，通過第三方內網穿透才可以通。然而 ARGO 的話，它就是內網穿透加上節點一次性全部打通啊，這樣的話就非常方便。所以 ARGO 節點方式也可以說是容器殺手了。那這幾大注意點，希望大家要注意。關於今天 ARGO 隧道節點的教程就簡單的說到這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訂閱、轉發勇哥的頻道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